日元这口回光返照来的是相当具体啊！继美联储喊话式加息之后，美财政部也贡献上了精彩的小纸条干预汇率的名场面啊！美日联手干预日本汇率，直接把日元从164一口气拽到了157，累计上涨了4.1个点，直接创下了近几年最大的涨幅记录。这要是纯市场资金交易出来的行情，那日元是太有出息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打赢了胜仗呢。但是这一波的上涨本质上是当今全球最没有底线的两台印钞机卡着节奏联手演出来的。那这个事儿的性质啊，可就属于是美国动辄喊打喊杀的那种干预汇率了啊，寒碜，很寒碜。可要是说两大货币联合，它就多么有威力了啊，那也是有点痴人说梦。如果靠两个国家私下勾勾搭搭，打个电话做个局，就真的能调整一国之汇率的趋势。那1985年美国人何必费那么老大的劲，非拉上英国、法国和德国在纽约广场饭店搞那么一出广场协议呢？美元从功能上说是可以给全球资产定价的，而日元呢，常年在给全球市场输送融资杠杆。这俩货币国搞这种协同式汇率操作，说好听了叫动用自身的货币影响力，难听点说就是我明着炸你们，你信一次他就灵一次。至于用多了以后没人信怎么办？现在其实谁也顾不上了。前天我说啊，美国去干预日元汇率，就跟他们搞千纸鹤救灾是一样的，有用的一点不给啊，上坟烧点报纸就糊弄鬼子。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一边啊是贝森特在一个公开拍摄的会议上啊，被路透社无意间拍摄到了小本本上面写着的要购买50到100亿的日元啊。另一边呢是市场传出消息说纽约联储直接下场啊，做了美元对日元汇率的询价。汇率询价是一个很高大上的官方黑话，主打一个听着很体面，理解了就非常不体面啊。它怎么个事儿呢？就是啊，联储打电话吓唬空头，说你是不是要做空日元呢？你有多少流动性啊？我这上不封顶，我要开始买日元了哦，你怕不怕？你怕你赶紧滚，不然我就打爆你，就是这么个意思啊，一点没夸大。那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纽约时段一开盘啊，纽约联储受美国财政部的委托，突然向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些头部投行致电，进行所谓的汇率询价啊。然后呢，这个电话呢就在外汇市场上啊，相当于对手盘。那这帮投行接到了央行的询价电话，第一反应啊，肯定不是头铁硬刚，而是立刻重新计算自己的风险敞口啊，算算如果美国财政部真的下场砸盘做空日元的保证金，它得追加多少，对冲的成本要涨多少，算盘这么一打，空头自己就先吓跑了一大半了。美联储都还没真动手，市场已经帮他把活干完了，都不用官方真金白银的啊砸钱进来，空头自己就先慌着跑路了，那汇率呢直接就被带起来了啊，全是心意啊，真的支撑没有一点。那这一波拉日元的剧本呢，很精彩，很完整，但是也很露怯。谁家真的有百万雄师，会费劲巴拉的陪狗演一出空城计呢？先是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放话说日元被低估了，美国支持包括汇率询价在内的干预机制，说白了就是我给你站台背书，但是我不出钱。然后小纸条就被拍到了，空头就被吓跑了一波。第二步呢是美国搭完了台，唱完了红脸儿，日本这边再用真金白银去赎自家的肉票。现在国际炒家手里的日元就是日本的肉票，想要提高汇率就得拿真正的资产啊去买自家的这个货币。前年9月动用了 2.8 万亿，去年10月动用了 6.3 万亿，今年4到5月更是创下了 11.73 万亿的啊自己购汇的这个记录。之前没有主人配合着唱双簧啊，丧家之犬在汇市上砸钱，那简直是连个响都听不着，几周都撑不住。那这次呢稍好一点啊，市场呢根据日本央行刚公布的上月资金的数据反推，账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概 8.2 万亿日元的资金缺口，那折算下来就是他用了这些钱去买自家的这个货币啊，那大概是抛售了接近590亿美元，大手笔的购入日元来托市。那这么一看，就算贝森特他那个纸条是真的，其实就50到100亿的金额，那也就是个象征的意义。当然啊，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只要不多花钱，美国还是很愿意扮演一个合格的主人的啊。今天大统领就表示说，美国参与推高了啊日元的汇率啊，这是友谊的体现。日本对美国一直都很不错，除了珍珠港，真的很绷不住啊，非得提这个事儿。早明到底跟他说什么了？老头现在都过不了珍珠港这个坎儿啊。那至于什么正面承认啊，我们就是操作汇率了，大家也见怪不怪了啊。大统领对于自己那两下子啊，从来都不遮着掩着。那紧跟着呢，日本央行第3步就随即宣布啊，虽然不加息，但调子已经开始偏鹰了。
装鹰嘛，已经是现在这些国债高企的经济体唯一的工具了啊。这几步串起来，整个空城计的这个剧本就清楚了。第一步，美财长呲牙啊，美联储亮爪，人为的装出决心，抬高做空日元的成本，先吓退一波空头。第二步，日本拿真金白银进场，顺势接住上涨的趋势，避免像之前那样啊，直接往无底洞里扔钱。第三步啊，日本央行啊装鹰，然后把汇率拉升的成果稳住，避免大家发现呀是空城计，3天又垮了。那有人问，费这么大劲啊，到底图什么呢？核心好处就一个，两边都不用啊动这个利率政策，就把汇率稳住了。但这个操作真的能有多久的效果？能不能次次都有效果？那你就得问千纸鹤了啊！因为美日一顿操作并不改变日元贬值的这个基础，就是它的出口萎缩。制造预期救不了灾，其实也救不了日元。现在在美国那边，因为日元贬值，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难看啊，基本上都出现了一种日本对美国倾销的场面。但是日本呢，因为自己的生产萎缩，现在拉不住汇率，已经开始悄咪咪的啊找个犄角去抛美债了。美国为了不让日本抛美债，平衡啊美日之间的贸易逆差，就只能逼着日本加息。而日本那边呢就更难了，想稳住汇率，但是也不敢加息啊，一加息市场肯定疯狂的做空日债啊，直接就能把日本逼到日元和日债保一个的死胡同里。也根本扛不住啊！再进一步增加的这230%GDP 的国债利息的支出，所以双方现在属于是一拍即合，搞了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糊弄学方案啊！美国象征性的出点信用背书，日本实打实的消耗自身的美债以外的外汇储备，大家心照不宣的把本该由利率去承担的压力强行转移到外汇干预上，能拖一天是一天的意思。但天下真的有免费的午餐吗？这么干难道就没有后遗症吗？其实这么干的后遗症大了去了。说白了，现在问题的本质是美国该降息它不降息，日本它该加息不加息，全靠政策信誉硬撑着日元给全球提供杠杆。而日元杠杆的背后最底层的抵押资产是什么呢？是美债。你联手操纵汇率，等于是直接让汇率失去了市场信号反馈的功能，市场会出现严重的错配，杠杆不仅不会降，反而会进一步的向上加。如今美日两国正在把各自无解的货币政策死结进一步死死的绑在一起。美国是通胀顽疾不敢降息，高利率维持的越久，债务反噬的风险就越大。日本是债务滔天不敢加息，日元信用和日债的价格只能保住一个。现在他们试图用外汇干预来回避真正的政策的抉择，这就好比把两颗即将引爆的地雷用一根叫做外汇干预的引信连在一起。短期之内靠美国的霸权余威和日本庞大的外汇家底儿确实可以震慑一下市场，让汇率暂时企稳。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利差没有实质性的缩小，资本外流的动力就会持续的积聚，干预拖得越久，消耗的资源就越多，最终系统性的失衡爆发时带来的反噬就会越惨烈。40多年前的美国人恰恰就是因为懂得干预汇率得不偿失的这个道理，才去搞宏观政策的深度协调，拉上全体的制造业国家，搞出了这么一个广场协议。而今天的美国反而退化到了只能靠直接下场买卖来粉饰太平的空城计的地步，本身就是美国经济实力和金融控制力在减弱的证明。就这种喊喊话做做样子，就是什么广场协议 2.0 了，你也太抬举大统领和他的草包小队了。他们确实很想搞新的广场协议，但首先对象不是日本，而且以今天美国对全球秩序的掌控力，他们也拉不起队伍，也搞不动广场协议了。日元这 4% 的暴涨看着非常热闹，其实不过是帝国黄昏里打下的一剂昂贵的止痛药罢了，药效过了还会接着疼，至于下一针美日还能不能凑够钱买得起，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这么长都看完了，关注一下吧。